我穿成落魄皇子身边的厨娘，绑定反派养成系统，任务是虐待他，饿他肚子，顿顿给馊饭冷菜，绝不让他吃饱。可这小崽子瘦得像只没毛的小鸡仔，总怯生生蹭我裤腿要吃的，我狠不下心，做了肉包给他吃。系统瞬间警报大响，反派不许有这种温馨的回忆，删掉。知道可以删除记忆后，我明着给他做难吃的，私下给他塞好吃的。系统清完我再喂，喂得不亦乐乎。5年后，反派成了权倾朝野的摄政王，攥着我的手腕指责我：你当年日日给本王吃馊饭冷菜，苛待如狗，可知罪？一旁侍从看着眼前1.9米宽肩窄腰的王爷，当场傻眼。王爷，您当年明明抱着兰姐姐的大腿不肯放，还说她做的肉包是天底下最好吃的，荒唐！萧恒州一身玄色蟒袍，俊脸阴的能滴出水。你就是看本王失势，觉得我是个没人要的拖油瓶。今日，本王定要让你尝尝当年的滋味。殿内侍从们齐刷刷僵在原地，一个个憋笑憋得肩膀发抖，眼神里明晃晃写着：“王爷您没事吧？”终于有个胆大的小侍从忍不住上前一步：“王爷，奴才斗胆说句，您当年在冷院，天天抱着兰姐姐的裤腿喊姐姐，追着要肉包子吃，顿顿能吃6个，您真全忘了？”另一个也壮着胆子附和：“就是啊，王爷，您如今1.9米的个头，壮的能扛起石狮子，哪儿半点像被苛待过的样子啊？”萧恒州脸色瞬间黑成锅底，厉声呵斥：“荒谬至极！你们这群人，定然是串通了莫如兰一起戏弄本王！”侍从们立马噤声，狗买的快钻进地里。我抬眼望着眼前气场摄人、凶神恶煞的摄政王，思绪瞬间飘回5年前，那个瘦得跟小鸡仔似的，扒着我裤腿软乎乎喊姐姐我饿的小可怜，怎么就长成这副凶巴巴的模样了？脑海里瞬间响起系统的吐槽：我真服了你个老六，当初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你别喂，反派就得惨兮兮，好让女主心疼救赎。现在倒好，养出个1.9米、宽肩窄腰还有8块腹肌的反派，我看着都嘶哈嘶哈，还救赎啥？我翻了个白眼，默默回怼：闭嘴吧你！我这叫曲线完成任务，好歹把他养得心性坚韧，也算半个合格反派了。等任务完成，就能拿5000万奖金死盾回家，美着呢。为了我的1000万奖金，我瞬间戏精附体，扑通一声跪下，哭得梨花带雨。王爷饶命啊！是奴才有眼无珠，是奴才丧心病狂，奴才再也不敢了，求你饶我一死啊！接下来的剧情我会被他折磨得生不如死，但我没在怕的，因为我已经攒好积分兑换不疼水，半点罪都不用受。嘿嘿。萧恒州缓步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打量着我。以往我在他落魄时做天做地，嚣张的不行，如今这般服软，倒让他愣了愣。周围人都暗自摇头，觉得我这次必死无疑。他沉默片刻，吐出一句让我当场蒙圈的话：让你死岂不是太便宜你了？你不是最讨厌我这个拖油瓶吗？往后你日日留在本王身边做美食，随传随到，一步都不准离开。就这样，不打不杀，只让做饭。系统也直接傻了，在我脑子里咋呼呼。我勒个去！我还以为他要把你扒皮抽筋，这下积分省下来了。你过2天还要勾引他呢，被发现少不了挨揍，留着那时候兑换吧。原著里我是恶毒女配，等他掌权就想下药争宠，最后被女主戳穿奸计，还成了男女主感情升温的工具人。行吧，为了男女主的幸福，也为了我的5000万，我忍了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摄政王报复人的方式，幼稚的能让人抽出30亿金，别人1日3餐，他倒好，1日5餐，变着法让我做各种吃食。一天24个小时，我有10个小时都在他身边盯着他吃饭，美其名曰让你看着本王吃香喝辣，报复你当年的苛待。都怪我当年喂得太狠，把他的胃口直接养大成了无底洞。我在原本的世界里是幼师，家里又是开祖传手工肉包子铺，穿来第一眼看到他扒着我裤腿喊饿，下意识就觉得这孩子太惨了，得吃饱。我们幼儿园的娃个个都吃得豆圆，于是我天天半夜偷着给他蒸包子，这一喂直接喂出个祖宗。这1个月下来，他愈发得寸进尺，除了做饭还要端茶倒水、被沐浴、帮更衣。我的工作时长硬生生从10个小时加班到13个小时，除了他上朝和我睡觉，我俩几乎天天黏在一起，这简直比在幼儿园带30个熊孩子还累啊！我趴在桌上，有气无力跟系统疯狂吐槽：这萧环州小心眼到极点了吧？不就是当年没让他表面吃饱吗？至于这么折腾我？早知道我就把他饿成竹竿了。啊，这可是救赎文，反派哪有好惹的？你这是给自己养了个祖宗。我猛地坐直身子，眼神坚定的发光。明天休沐，我要去见我的心心念念的陆大哥。5年来，我每回休沐必定去一趟京城巷尾的知味小馆。老板陆泽宇厨艺一绝，我是他头号铁粉。之前我还总偷偷带萧恒州来这加餐补身子，只不过每次吃完都要哄他喝下失忆水，他醒后半点记忆不剩，只会记得我虐待他。姐姐，我明天还能来吗？刚进门，陆泽宇就笑着迎上来。他端出刚琢磨出的新菜式：蟹粉蒸豆腐、蜜汁桂花藕、笋干烧肉卷、奶黄榛子包，香的呀！我边吃边问陆泽宇怎么做的，盘算着回去复刻给萧恒州，省得1日午餐不知道要做啥给他吃的。吃到最后，我嘴角沾了点奶黄馅，陆泽宇抬手帮我擦掉，一道黑影猛地冲进来，狠狠将他推开。萧恒州一身玄色常服，冷声道：谁准你碰本王的厨娘？
难怪我一整天都觉得背后凉凉的，合着这货从出宫门就跟踪我。陆泽宇站稳看清人，笑着打趣：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如兰的小表弟啊！我就说今天怎么没跟着来，许久不见，长这么俊了，再也不是当年追着要吃饱饭的小可怜了。萧恒州冷笑道：表弟莫如兰，你竟敢和本王攀亲，大胆之极！回去再和你算账。他突然挡在我身前，凶巴巴瞪着陆泽宇。但你不准再碰她，她是我的厨娘。陆泽宇挑眉：我只是擦他嘴角的污渍，你若不是他表弟，管这么宽做什么？厨娘又不是娘子。萧恒州心口莫名发闷，又酸又燥，却说不清缘由，只觉得看别人碰我，心里特别难受。系统在我脑子里急得跳脚，祖宗，千万别让他察觉失忆，任务黄了我拿不到绩效，还要多做3单业务才能休假。陆老板认错人了！我赶紧打哈哈。这是权倾朝野的摄政王爷，哪是我表弟啊？摄政王又如何？当年若不是如兰冒死带你来我这儿加餐，你能从瘦猴长成如今这1.9米的俊汉？萧恒州嗤笑：一派胡言！他只给我馊饭冷菜，吃不饱还要帮他打水砍柴，他何曾让我吃过1顿饱饭？你要这般忘恩负义，我也无话可说。我头都大了，连忙摆手：别吵了，别吵了！我休木是来吃饭的，不是看你们吵架的。陆老板，我先走了。我拔腿就溜，走到不远处时，萧恒州厉声喊住我：莫如兰，站住！王爷，奴才以前有个表弟，和您长得有点像，陆老板认错了。你何时有表弟？本王记得你是孤儿，是母后死前留你照料我的，可你却虐待我。他步步紧逼，眼神锐利的吓人。可奇怪的是，为何本王记忆里你处处苛待我，可每次想罚你，却偏偏不忍心？不到啊，可能我长得漂亮，王爷舍不得。其实那表弟是奴才早年的相好，我这不是迟迟出不了宫，人家早就娶妻了，别提了，全是泪。我偷偷喊系统，这样总该糊弄过去了吧？最好是再过2日就要死对你撑住。那店家为何说你带我来过？为何侍从们都说你给我做肉包吃？萧恒州压根不放过我，直接3连问：你对本王究竟是何心思？我烦死了，恨不得原地消失。快用积分兑换失忆水，他要是知道你一直在他落魄的时候对他这么好，黑化值直接清零，任务彻底凉凉。我肉疼的滴血，那可是我辛苦攒的积分啊！我本来打算兑换不疼水的，趁萧恒州愣神，我拿出药瓶。这些年我清楚他脖梗是死穴，一碰就软。我一把掐住他脖梗，他痒得偷笑，我仰头直接把失忆水灌了进去。我叫了马车把他拖回王府，累得直喘气。第2天清晨，萧恒州在自己床上醒来，一脸茫然。他却从衣襟里找到了一支素簪，他只模糊记得早上跟着莫如兰出了王府，可去了哪里，做了什么，见过谁，半点都想不起来，只心里空落落的，总觉得自己好像弄丢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。2天后，终于到了关键的日子。我早就盘算好，故意设局让苏婉婉被劫匪绑走，算准萧恒州会赶去阴城救美，女主芳心暗许，然后我趁机把迷药下给他，再主动凑上去勾引，等着苏婉婉撞破我的奸计，坐实我恶毒女配的罪名。他们动心，我就能死遁回家。我提前蹲在劫匪设局的破庙外，再次跟系统确认，这次绝对稳了。等萧焕州救苏婉婉，我下药勾引，被他一撞眼，任务立马完成，可别出岔子了。放心，原著名场面，萧恒州救了苏婉婉，他当场就芳心暗许。刚躲到墙角等着劫匪登场，就听见身后风声咻咻，下一秒我跟苏婉婉双双被劫匪捂住嘴，直接捆成了2个粽子。我当场傻了，系统怎么回事？不是只绑苏婉婉吗？怎么把我也绑了？卧槽，这群劫匪是散兵游勇，见着女的就绑，临时改主意了，我也没料到啊。我和苏婉婉被分开囚禁，半时辰后，萧恒州冲进破庙救人，我赶紧把迷药放进水里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喝点水吧，王爷。婉婉那边救了没？他带着疑惑喝下了水，不过片刻，脸色泛着不正常的潮红，身形微微晃了晃，强忍着身体的燥热，望着我。莫如兰，是你做的好事，还有什么晚？系统在我脑子里急得炸毛，快按剧本勾引，等着苏婉婉过来撞破，别愣着。想不到吧，男人，你中招了！这些绑匪都是我的哥们儿，谁让你偏偏使唤我？今晚你就是我的啦，尽管对我为所欲为。萧恒州明显愣住，死死盯着我。我心里疯狂催促苏婉婉赶紧过来，表面还得强装镇定撒娇。好不容易等苏婉婉跑了过来，我心里狂喜，我可以死遁了。正等着她尖叫着撞破这一切，结果她往我俩这边瞥了一眼，小脸刷得通红，居然二话不说转身就跑。
我当场僵在原地，脑子一片空白。你跑什么啊？你是女主，你回来啊！系统也彻底崩了。搞什么啊？还不按剧本走啊？本该英雄救美动情，他直接跑路了。我一头雾水问：失忆水呢？快用失忆水！积分早就花光了，要明天才能攒够啊！我可以为所欲为，还是你的？我就是开玩笑的，我立马去给你找解药。就是本王的解药。系统直接摆烂。你已急哭，你熬到天亮兑失忆水吧。一夜荒唐，我嘴唇被咬破，浑身酸痛的像散了架。天刚亮，我立马兑了失忆水，趁着他还没醒，强行灌进他嘴里。看着他又恢复茫然懵懂的样子，我瘫坐在地上。这破剧情也太离谱了。可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却陷入了诡异的循环。每到夜晚，他都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既是母后留给本王的厨娘，便服侍本王侍寝。”不是吧，又来！第二天灌药失忆，夜里又重复上演，和当年我喂他吃饭、清除记忆的怪圈一模一样。整整10日，我累到崩溃，这比我以前帮全校熊孩子擦屁股还辛苦。更离谱的是，就算失忆，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温柔，连片刻都舍不得和我分开。除了上朝，其余时间都在一起。系统无奈改了计划。反派黑化值越来越低了，你不能再留了。你去偷机密给他的政敌，遭背叛他的假象，让他彻底黑化，然后死遁。王爷，莫如兰在您书案上偷走了机密，此人居心叵测。我依计行事，却被侍卫当场抓包。我被逼来到井边，系统开始倒计时。死遁计划开启。王爷，我就是个坏女人，你忘了我吧。我望着远处呆呆地看着我的萧恒州，双眼嫣红。我全都记起来了。萧恒州疯了似的冲过来，他奋不顾身伸出手扑向我，模样像极了15岁那年瘦的皮包骨，追着我哭着要肉包子的小皇子。我那时候像哄熊孩子一样，轻声说：“吃吧吃吧，我的小皇子。”那些偷偷投喂、相依为命的日子，是我在异世最温暖的时光。如兰，不要抛下我，求你了。而眼前的萧环州痛不欲生，我转身一跃而下。恭喜宿主，任务完成。再见了，萧恒州。萧恒州总觉得周遭的一切都透着说不出的诡异，这份不对劲是从1个月前侍从们当着他的面说。当年他落魄冷院时，天天抱着莫如兰的腿软声喊：“姐姐好饿。”还总黏着他说：“姐姐，我要吃你做的肉包子。”可他的记忆里毫无关于肉包子的回忆。他听完后只觉荒谬可笑，认定是莫如兰私下给了众人好处，串通起来哄骗他。他明明记得那日他本来是怒气冲冲去找莫如兰算账，他是鲁非公便离世前留给他唯一的人。可他记忆里的他从未有过半分温情，只丢给他干不完的粗活，让他日日忍饥挨饿，受尽苛待。堂堂一个皇子，满手长满冻疮。他记忆里莫如兰坐在树下嗑瓜子，指使他倒水洗衣。更可恶的是，莫如兰还把自己的里衣给他洗。他那时候正值15岁，血气方刚的少年，既羞耻又无奈。他如今已是权倾朝野的摄政王，这份苦楚本该千倍百倍讨回，可话到嘴边，原本要脱口而出的处死，竟硬生生转成了冷硬的一句：“让你死岂不是太便宜你了？”他想，定要慢慢折磨他，让他弥补他当年的所有过错。于是他将1日3餐硬生生改成1日5餐，日日差他做各式吃食，又让他端茶倒水，还让他帮自己沐浴更衣，定要把他当年加诸在他身上的悉数还回去。可每每看着他忙碌疲惫的身影，心里没有半分报复的快意，反倒空落落的。他甚至无数次想过去关心他，宽慰他。有一回瞧见他累得趴在岸边昏睡，他竟鬼使神差地脱下身上的披风，轻手轻脚披在了他肩上。萧恒州愈发不解，脑海里的记忆分明告诉他，莫如兰可恶至极，可身体的每一处本能都在叫嚣着他对自己的存在不一样。他的气息，他的温度，都让他莫名心安。甚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刻，总会想起那些年帮莫如兰洗的礼衣服，有粉的、紫的、红的。还拍了拍自己的头，自己堂堂摄政王，是仁义道德在嘴边的君子，怎能想这些龌龊之事？定是莫如兰那女人不知道给他下了什么迷药，才让他的心时常觉得痒痒的，心头难耐。休沐那日，他终究没忍住，悄悄跟在莫如兰身后出了王府。他走得蹦蹦跳跳，活泼动人，明明已然25岁的人，却还像个未经世事的少女，眉眼间满是鲜活。跟着他走进巷尾的知味小馆，一个眉眼温润的男子端着新菜出来，对他笑语盈盈，模样熟稔至极。他们仿佛许久未见的知己，更像充满暧昧的相好。萧恒州的心猛地揪起，刺痛感瞬间蔓延开来。5年光阴，他竟从不知道莫如兰身边有这样一个人存在。这人到底是他的什么人？他一遍遍告诉自己，哪怕他有相好与他无关，
可心底的妒意却压不住。他怎么可以抛下她和别的男人接触？她明明就是母妃留下来给自己的厨娘，她只能是他的人。他躲在暗处看着二人说说笑笑，他从未对她这般过，于是忍了又忍，忍了又忍，直到那男子抬手去擦莫如兰嘴角的污渍，眼里满是情意。萧恒州再也克制不住，猛地冲出去，一把推开陆泽宇，厉声质问：谁准你碰本王的厨娘？他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惊讶于自己会有如此大的反应。可陆泽宇的话却让他心头一震。那人说，5年间，莫如兰常常带着他来这里加餐，还冒死带他出宫，就是为了补身体。萧恒州只觉得荒唐，他的记忆里从无半分这段过往，定是莫如兰又串通外人来欺瞒他。可真莫如兰真有这么大的能耐？宫内的人被串通，连宫外的人也串通。当一个人这么说，2个人、3个人，乃至身边侍从都这般说，他不由得开始慌了。难道出错的从来不是别人，而是他自己的记忆？他追着莫如兰离去，他胡乱解释说，当年带来吃饭的是他的表弟，不是他。可他本身就是孤儿，哪来的表弟？在他追问之下，莫如兰脱口而出，说是他的相好。萧恒州一眼便知他在鬼扯，慌乱间，他竟拿出一个药瓶，强行给他灌下一瓶药水。他挣扎之际，悄悄拽下他头上一只素簪，收进了衣襟里，像是要给自己留一个印证真相的印记。次日醒来，萧恒州只模糊记得跟着莫如兰出了王府，后续之事全然记不起。可伸手入怀，那只素簪却实实在在躺在那里，诡异之感愈发浓烈。萧恒州索性开始提笔记录：2月2日晴，莫如兰给我下药，意图勾引本王喜悦，会对他负责。醒来后记忆全无，唯有字条印证过往。2月3日晴，命莫如兰侍寝。第2次，他有点累，醒来后依旧忘却前尘。他心一横，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，若是药便有抗药性，短时间内反复服用，或许药效便会失效。于是接下来10日，他日日留莫如兰在身边，明知会失去记忆，依旧任由事态发展。他渐渐发现，哪怕记忆会消失，身体的肌肉记忆从不会骗人。他越发依赖他，贪恋他在身边的每一刻，恨不得时时刻刻都与他相守。他贪恋每一个有莫如兰的夜晚，哪怕每一个夜晚犹如全新的一天。第10日，药效果真失效，那些被抹去的记忆，冷院里的肉包，深夜的投喂，巷尾的饭菜，悉数涌上心头。他终于记起了所有真相，他满心欢喜，想立刻找到莫如兰，与她坦诚一切。他要把她留在身边，要让她做他的王妃。可还未动身，便听闻侍卫禀报，莫如兰因偷盗机密，私通他的政敌被抓，正往井边去。萧恒州心头一紧，他分明记得自己桌案上从未有过什么机密，这分明是个局。他疯了一般冲过去，看着站在井边的女子，伸出手，声音嘶哑又悲痛：不要，如兰，不要抛下我，求你了！可他终究还是慢了一步，眼前的身影就于井边。他站在井边，攥着那只素簪，痛彻心扉。如兰，我还没有和你说谢谢，我还没有告诉你我爱你。议事整整5年，没想到在现实世界里，才过了短短3个月，我看着银行卡里到账的5000万奖金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半分想象中的狂喜都没有。我重新回幼儿园当了幼师，天天变着花样哄小朋友们吃饭，还时常拿自家的肉包子去给他们加餐，把一个个小娃娃喂得肥肥白白、圆滚滚的、肉嘟嘟的。一下班就扎进父亲留给我的祖传包子铺，揉面剁馅包包子。可包着包着，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掉，眼前总浮现出15岁的萧恒州。也不知道他现在还会不会想吃我做的肉包子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想我。我跳井前隐约听到他和我说：如兰，不要抛下我。神情悲痛，可具体说了什么我没听清，只顾着把死盾的戏码演完，赶紧跳下去。回来后系统没再联系过我，我也压着满心的念想，一遍遍告诉自己，原著里他会对女主苏婉婉救赎，他会从狠戾反派变成专一深情的人。我不过是个虐过他的恶毒女配，早就该彻底退场，不该再打扰他的生活。况且此刻我偷了机密，他应该讨厌死我了吧。直到半个月后，我正蹲在卫生间给一个调皮小屁孩擦脸，脑海里突然炸响系统慌里慌张的哭腔，吓得我手一抖。宿主，救命啊！好久不见，你快救救我！萧恒州还闹着要辞官，堂堂权倾朝野的摄政王都不做了，还放话说要找遍天下找你。现在小皇帝才8岁，根本不会治国，朝堂乱成一锅粥，还有外敌入侵，剧情也乱套了，小世界都快崩塌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要被上司扣光绩效，还要罚加班的呜呜呜！我愣了愣，手里的湿巾都停住了。找我？他不是恨透了我这个虐待他的坏女人吗？那女主苏婉婉呢？不是该救赎她吗？还救赎呢？苏婉婉那天一出破庙就碰到个温文尔雅的书生，直接一见钟情坠入爱河了，哪还有萧恒州什么事啊？系统哀嚎。还有，你那破失忆水失效了，你跳井之前他就全都记起来了，而且井里压根没找到你的尸首，他笃定你没死，发誓要用一辈子找你。我当场翻了个白眼，忍不住吐槽，合着你们这失忆水还是残次品啊，质量这么不过关，还花了我几千积分，我必须给个5星差评。正说着，身下的小屁孩扭了扭，奶声奶气喊：莫老师，宝宝脸凉，风吹得好冷。
我赶紧手忙脚乱给小家伙提好裤子，摸了摸他的头。老师要请假一段时间哦，你们在幼儿园要乖乖吃饭，想吃肉包就去老师的包子铺。肉包，肉包，你们一个个都要长得肥肥白白的，不准挑食。话音刚落，眼前一晃，我就直接站在了摄政王府的庭院里。我绕着院子找了一圈，没见到萧衡州的人影，最后竟被厨房传来的乒乒乓乓声响吸引过去。一推开门，我直接看傻了眼。1.9米高的摄政王萧衡州，穿着一身素色常服，头发上、衣服上沾的到处都是面粉，鼻尖还沾着一块白。他笨手笨脚的揉面团，用力过猛，差点把面盆都揉翻。手里捏的包子歪歪扭扭，跟石头疙瘩似的，完全是照着我当年的样子学，却学了个四不像。他听到脚步声，头也没抬，语气冷硬又疲惫。命人让皇上回去吧，此官之意已决，我不会改变心意。满朝能人异士这么多，不缺我一个萧环州。他以为是请他回心转意归朝的侍从，我清了清嗓子，压着心头的酸涩和好笑，开口喊他：要是我说非你不可呢？王爷，我回来了。萧衡州猛地抬头，手里的面团啪嗒掉在案板上，四目相对，恍如隔世。他在没有我的世界里已经熬了整整半年。下一秒，他大步跨过来，小心翼翼又紧紧地把我抱进怀里，带着浓浓的委屈。如兰，我没在做梦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我拍了拍他的背，随口编了个借口。那日跳井，我被水流冲到下游，被好心的渔夫救了，休养了半年，医好就立马来找你了。他把脸埋在我颈窝，闷声闷气。姐姐，半年了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，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就快疯了。乖，是不是还想吃我做的肉包子？萧衡州立马乖乖点头，跟当年要包子吃的小皇子一模一样。我抱着抱着，就顺手把手越往下探，还是那硬邦的手感，果然是我喂大的萧衡州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急得在我脑子里跳脚。宿主，你别顾着摸腹肌，别摸了，你忘了回来的目的是救场啊！别顾着谈情说爱，工作要紧，绩效要紧。我玩味一笑，要我救场不得先给点甜头我呀，让我再摸摸嘿嘿。当碗热腾腾的肉包子刚落肚，萧衡州就成了寸步不离的沾人精。他长臂紧紧圈着我，生怕一松手我就消失不见，眼底满是失而复得的欢喜。如兰，你还会突然不见吗？我抬手揉了揉他的发顶，笑着摇头，暂时不会，不走了。如兰，你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对不对？我心头一怔，随即坦然点头。是，我本是异时者。我望着萧衡州的眼睛，认真劝道：萧环州，你既记起了所有事，就该担起责任。小皇帝才8岁，外敌虎视眈眈，朝堂动荡，你不能为了儿女私情任性弃政。我当年费尽心思喂饱你，忍着痛磨练你，护着你，不是让你荒废自己的。你不懂，没你的日子，我生不如死。案上的奏折每个字我都认得，可连在一起，我半个字都看不进去。满脑子全是你做的包子味，全是冷院里我们相依为命的那5年。后来我去找了陆泽宇，才知道你当年为了带我出去吃顿好的，冒着被杖毙的风险，吃一次饭还花光了你整整半年的月历。我从前还傻傻记恨你让我做粗活，现在想来，那些苦跟你的付出比起来，根本不值一提。那我们成亲吧，成了亲，你总该安心了。你愿意为我留下，不回你的世界了？我重重点头，他瞬间红了眼眶，将我紧紧拥入怀中，仿佛要将我揉进骨血里。自那以后，全京城都知道，权倾朝野的摄政王把莫如兰宠成了心尖宝，半点委屈都舍不得让他受。关键这摄政王是老婆奴，还帮妻子洗礼衣，成了全京城模范好男人的典范。8岁的小皇帝还常常跑来王府，软萌喊我皇嫂，认认真真作揖道谢。多谢皇嫂留住皇叔，不然朕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伸手捏了捏他圆乎乎的小脸，指尖触感软乎乎的，瞬间愣住。这眉眼，这胖乎乎的模样，活脱脱就是我在现代幼儿园擦到一半被系统叫走的那个小肥宅 Plus 版。原来平行时空里，我们终究还是遇见了。我笑着戳戳他的小脸蛋儿，那是不是在现实世界里也会有另一个萧衡州？十里红妆，凤冠霞帔，大婚当日满城欢庆。可还没等入洞房，800里加急传来，外敌来犯，需萧衡州立刻领兵出征。我们没有丝毫犹豫，端起合卺酒一饮而尽。我踮脚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着打趣：你这1.9米的大块头可不能浪费，快去快回，我做好肉包子在王府等你。娘子，此生有你是我最大的幸事。他不舍得吻了吻我的额头，翻身上马，绝尘而去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日日在府中等候，小皇帝也常常来陪我说话，软声宽慰。皇嫂，若是皇叔迟迟不回，朕便替皇叔照顾你一辈子。好呀，等你皇叔回来，我就把你的小心思一字不差告诉他，看他怎么收拾你这个小机灵鬼。小皇帝走了后，我正望着窗外的月亮怅然落泪，一道熟悉又温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
娘子，我回来了。我猛地回头，月光洒在他身上，一如我刚穿来那年初见那个瘦巴巴的小皇子，眉眼依旧，却满是温柔，一切都刚刚好。兜兜转转，他回来了，我也还在，还好你还在。我立刻在心里喊系统，系统，我要兑现额外愿望，我要留在这个世界，和他共度一生。太好了，宿主，我不用加班罚工资了。等你这一世圆满结束，我再回来接你回现代。我要去下一个小世界啦！祝你幸福。今夜又是一年2月初2，万里无云，也是此刻属于我们的洞房花烛夜。我们恰好相逢，岁岁相守，往后余生皆是圆满。洞房花烛夜的后果就是我第2天连一根手指头都抬不起来。昨晚那个在战场上杀伐果断的摄政王，到了床上简直就像个饿了10年的饿狼。什么1.9米的宽肩窄腰，8块腹肌，此刻全成了折磨我的利器。我揉着快要断掉的老腰，欲哭无泪，无比怀念我的不疼水。早知道当初就不该省那点积分。身旁的罪魁祸首倒是一脸春风得意，单手支着头，深邃的眼眸含笑盯着我，修长的手指还在我散落的头发上绕圈圈。娘子，可是昨夜累着了，要不为夫再给你揉揉？揉你个大头鬼！我还没来得及翻白眼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哐哐砸门声，伴随着小皇帝奶生气又刻意装老成的呼唤：皇叔、皇嫂，太阳都晒屁股啦，朕来找皇嫂吃肉包子啦！萧恒州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，黑得能滴出墨来。他随手扯过一件外衫披上，怒吼一声：滚回御书房批你的折子去！门外的脚步声瞬间兵荒马乱的溜了，隐约还能听到小皇帝嘟囔：重色轻职，暴君，绝对的暴君！我实在没憋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萧恒州转过头，像只受了委屈的大狗狗一样，重新蹭进我怀里，双手铁钳般箍着我的腰。如兰，别理他，我们继续歇息。没有你的这半年，我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心里那点起床气瞬间烟消云散了，只剩满腔的柔情。好，都依你。成了摄政王妃后，我的日子简直闲得快长出蘑菇了。萧恒州这厮彻底把我当成了易碎的琉璃娃娃，别说做饭了，连我倒杯水他都要紧张半天。但我可是个闲不住的现代幼师加打工人啊！看着隔3差5就往王府跑，被繁重课业压得愁眉苦脸的小皇帝，我灵机一动，干脆在王府后院办了个皇家小饭桌兼托儿所。不仅收编了小皇帝，还把朝中几个重臣家里同龄的小团子们全给招来了。我重操旧业，拿出了当年带全班熊孩子的看家本领。上午带他们做现代的广播体操，强身健体；下午就是各种手工课和游戏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本厨娘的重头戏——下午茶。什么古法珍珠奶茶、酥皮蛋挞、焦糖布丁，我变着花样给这群小豆丁做。不到1个月，这群原本干瘦、被礼教规矩束缚的死气沉沉的古代小贵族们，全被我喂得白白胖胖、红光满面，活脱脱一群小福娃。小皇帝更是成了我的头号铁粉，天天抱着我的大腿喊：皇嫂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，比皇叔还厉害，朕今晚要跟皇嫂睡。这下可好，彻底踩了某位摄政王的雷区。这天傍晚，萧恒州下朝回来，一进院子就看到我被7、8个小团子围在中间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他黑着脸走过来，一手拎起小皇帝的后领，像拎小鸡仔一样把他拔到一边。今日的课业都完成了，就在这缠着你皇嫂，还大言不惭想睡在这儿。小皇帝吓得脖子一缩，一溜烟跑了。其他小豆丁也做鸟兽散，看着1.9米的摄政王在我面前委屈的像个200斤的巨型犬，我真是哭笑不得。你跟一群小孩子吃什么醋呀？他们还在长身体呢。我伸手捏了捏他的脸颊，手感还是那么好。我不管，我15岁遇到你的时候也是个孩子，你怎么就不天天给我做焦糖布丁？他理直气壮的翻旧账，管家突然来报：王爷、王妃，知魏小办的陆老板求见。萧恒州的脸色瞬间从委屈大狗无缝切换成护食饿狼，眼神凌厉的能杀人。他来做什么？不见。哎呀，人家肯定是来恭贺我们新婚的，还帮过我们。你别这么小心眼嘛！我赶紧拉住他顺毛，好说歹说才让他同意把人请进正厅。陆泽宇一袭青衫，如兰，听闻你弄了个小饭桌，我刚研制出了新口味的枣泥山药糕，特地拿来给你尝尝鲜。我眼睛一亮，刚要伸手去接，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半路截胡。萧恒州冷着脸接过食盒，转手就丢给了身后的侍卫。陆老板有心了，不过本王的王妃胃口娇贵，如今只吃得惯本王府里的东西。陆泽宇也不恼，只是似笑非笑的看着萧恒州。王爷护妻心切，陆某理解。不过如兰当年的手艺，陆某也是十分想念。这话简直就是踩在萧恒州的死穴上蹦迪，眼看他就要拔剑了，我赶紧站出来打圆场，连推带搡的把陆泽宇送出了门。回来一看，某人已经大刀金马的坐在太师椅上，浑身散发着我生气了，哄不好的那种的低气压。我叹了口气，认命的卷起袖子走向小厨房。半个时辰后，我端着一个足足有海碗那么大的超级巨无霸爱心肉包子走到他面前。当当当，摄政王专属，天下第一独家定制超大肉包，
萧恒州瞥了那包子一眼，冷哼一声，转过头，但侯杰却没出息的滚了滚。我凑过去，在他耳边轻声哄道：“陆泽宇连看都没看过这个包子哦，这是我只为你一个人揉的面，只为你一个人调的馅儿，而且我发誓，以后除了你，谁都不给做。”萧恒州的嘴角终于绷不住了，一把将我拉进怀里，张嘴狠狠咬了一大口肉包子，含糊不清的霸道宣布：“这可是你说的，晚上你还得再喂我吃别的。”昨晚的吃别的代价极其惨重，导致我第二天看到肉包子都觉得腰眼发酸。但好日子没过几天，朝堂上就出事了，倒不是外敌又打进来了，而是北蛮部落派了使臣来朝贡。这本来是件彰显大周国威的好事，但这群北蛮人常年吃烤肉喝烈酒，口味极重，居然在接风洗尘的宴席上公开嘲讽大周的御膳寡淡无味，简直像草食动物吃的草料。皇叔、皇嫂，那群蛮子太嚣张了。他们说，若是大周拿不出让他们心服口服的美食，就说明大周气数已尽，连口腹之欲都满足不了，不配让他们年年朝贡。萧恒州眼神一冷，手指轻轻摩挲着腰间的玉佩，冷笑道：“不朝贡，那本王就亲自领兵，打到他们跪着把牛羊送过来。”大猪，你这动不动就要灭人满门的暴君属性怎么又觉醒了？人家只是嫌饭难吃，罪不至死啊！就这点小事，值得你兴师动众去打仗？我赶紧一把按住他蠢蠢欲动的手，我胸有成竹的拍了拍胸脯：“交给我！你忘了你家娘子在异世是干嘛的了？制服不了几个野蛮人的威武算白混了。”萧恒州眉头一皱，立刻反驳：“不行，国宴少说也要上百人的膳食，你一介王妃亲自下厨。”谁说我要一个人做了？御膳房那么多现成的大厨，我只负责出菜谱和指挥，保证不累着。相公，你就让我去嘛，我也想风风光光的给你长一次脸啊！我扯着他的袖子一通撒娇摇晃，萧恒州最受不了我这套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：“罢了，依你。但若本王看你累着办饭，立刻掀了那御膳房。”知道了，保证不累着。3日后，太和殿国宴再起，北蛮使臣大马金刀的坐在席间，一脸傲慢的看着工人们端着一个个奇怪的铜锅走上来。没错，我给他们准备的正是现代风靡全球的9宫格牛油老火锅，底料是我亲自配的，用了最正宗的牛油，加上几十种香料和能辣死人的朝天椒爆炒熬制。汤底刚一煮沸，那股霸道浓郁、辛辣鲜香的味道瞬间席卷了整个大殿。刚刚还满脸不屑的北蛮使臣，此刻疯狂耸动着鼻子，眼睛都直了。此为何物？竟如此龙相扑比！怎奈我大周秘制烈火烹油鼎，诸位使臣不是嫌我大周饮食寡淡吗？今日便让诸位尝尝什么叫真正的极致之味。随着我一声令下，工人们将切得薄如蝉翼的肥牛卷、脆爽的毛肚、鲜嫩的鸭肠一盘盘端上桌。我特意派了机灵的太监去给他们示范7上8下的涮菜口诀。那使臣半信半疑的夹起一片沾满红油的毛肚塞进嘴里，瞬间他的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脖子根，汗水刷的就冒出来了。好烫，好痛，可是好爽！再来一盘，这肉片薄如雪花，入口即化，太神了！整个大殿瞬间变成了大型火锅吃播现场。一群5大3粗的北蛮汉子被辣得眼泪鼻涕直流，却根本停不下筷子。痛快，太痛快了！这才是真男人该吃的美食。小皇帝坐在龙椅上，看着这群使臣狼吞虎咽的滑稽模样，乐得捂着肚子直笑，悄悄朝我竖起了大拇指。我得意地挑了挑眉，转头看向身旁的萧恒州，却发现他正黑着脸，死死盯着那个吃得满嘴流油的使臣首领。宴席到了尾声，那使臣首领撑得直打嗝，挺着个大肚子走到大殿中央。大周皇帝陛下，这顿饭食简直是神仙美味，我们彻底心服口服了。小皇帝刚要摆出帝王的威严，说几句客套话，那使臣却话锋一转：“敢问陛下，这烹饪出此等神仙美味的神厨是何人？我们愿用3000匹良具，5000头肥羊，恳求陛下将这位厨娘赐予我们部落，带回北蛮。”大殿内瞬间死一般寂静，空气里甚至传来了一阵清脆的骨节摩擦声，那是萧恒州捏碎了手里的酒杯。你说什么？萧恒州缓缓站起身，一步步走下台阶。他1.9米的身高带着排山倒海的压迫感，玄色蟒袍翻飞，犹如从地狱走出的阎罗。那使臣还没反应过来，只觉眼前黑影一闪，铮的一声，一柄寒光闪闪的佩剑已经稳稳架在了他的脖颈上。萧恒州眼底杀意翻涌，声音冷得能掉下冰渣：“你竟敢妄想用几头畜生换本王的摄政王妃！我看你是想把人头留在大周。”使臣首领吓得魂飞魄散，裤裆瞬间湿了一大片，磕头如捣蒜：“王爷饶命！下臣不知那是王妃，下臣该死，下臣再也不敢了。”冷静，不知者无罪嘛，别溅一身血，脏了衣服不好洗。好说歹说，总算把这尊煞神劝回了座位。这场国宴以北蛮使臣差点尿裤子并承诺增加1倍岁贡而圆满结束。当天夜里，我们刚回房，我脑海里突然叮的一声，传来了一道久违的机械音。我惊喜的在脑海中回复：“系统，
你还没走啊？宿主，是我呀！我在休假前偷偷来看你最后一眼啦。马上就去新世界了，看你不仅稳住了小世界，还把暴君反派训成了忠犬。上司不仅没扣我绩效，还给我发了奖金。为了感谢你，我给你留了个绝版新婚大礼包，已经放你床头了。再见啦，宿主，祝你在这个世界白头偕老。声音彻底消失，我好奇地跑到床头，果然看到一个精致的锦盒。打开一看，里面静静躺着一颗金光闪闪的药丸，旁边还贴着张小纸条：金刚不坏丸，服用后无论经历多强度的体力劳动，第二天都能腰部酸腿不疼，精神百倍。祝本品仅限宿主本人使用，切勿给反派投喂。不是，这系统有毒吧？这玩意儿简直是为萧恒州量身定做的作弊神器啊！还没等我把盒子藏起来，一双大手已经从背后环住了我的腰。娘子，你在看什么宝贝？今夜你还要让为父吃别的吗？我眼疾手快，赶在萧恒州看清那张纸条前，一把将那颗金刚不坏丸塞进嘴里，连嚼都没嚼就咽了下去。没什么，我带过来的祖传强身健体大补丸，保质期快到了，我赶紧吃掉。我随口胡诌。哦，娘子吃大补丸，看来是觉得为父不够卖力，需要提前补充体力了。大哥，你的脑回路能不能不要总是拐到这上面去？然而暴君的执行力是惊人的。那一夜，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被翻红浪，连绵不绝。但奇迹发生在了第二天清晨。按照以往的惯例，我此刻应该浑身像被大卡车碾过一样，连睫毛都不想动一下，只能瘫在床上等他端着清粥小菜来喂我。可是今天，我猛地睁开眼，只觉得神清气爽，丹田内仿佛有一股洪荒之力在乱窜。我不仅腰部酸腿不痛，甚至觉得现在能下地倒拔垂杨柳，系统诚不欺我，5星好评。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了起来，正准备做个早操，就对上了萧恒州刚睡醒、略带迷茫又震惊的眼神。他看着我生龙活虎的在床榻前扭腰拉伸，手里端着刚温好的燕窝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舒兰，你不疼？他语气里竟然透着一丝诡异的失落。不疼啊，我好得很，我现在能吃下3屉肉包子。我兴奋的原地跳了2下。萧恒州的脸色瞬间变幻莫测，他默默放下燕窝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，又看了看我，仿佛陷入了某种深深的自我怀疑中。那天一整天，摄政王府的气压都极低，侍卫们战战兢兢，以为王爷又要在朝堂上杀人了。只有我知道，这厮是在郁闷自己竟然没有让我累得下不来床，觉得身为男人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挑衅。当天夜里，他不信邪的又折腾了大半宿。第3天清晨，我依旧精神抖擞的起床练了一套军体拳。萧杭州彻底抑郁了，体力太好也是一种烦恼。我闲得每天在王府里拔草，后花园都快被我薅秃了。小皇帝的皇家托儿所已经步入正轨，不需要我天天盯着。于是，我那刻在骨子里的现代打工人基因又动了。我跑到书房，一巴掌拍在萧恒州的公文上：相公，我要创业！萧恒州抬起头，一把将我捞进怀里，按在腿上，熟练的替我捏着其实根本就不酸的肩膀。创什么业？王府的库房钥匙不都在你那儿吗？里面的金条你拿去打水漂听烟都够扔一辈子的。那不一样，那是你的钱，我要自己赚钱。我要在京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开一家蓝记美食城，把我的炸鸡、汉堡、火锅、肉包子发扬光大。经过我长达3天的软磨硬泡，萧恒州终于松了口，条件只有一个：店里的火必须全用王府的暗卫，你只能坐在幕后指挥，绝对不能亲自下厨累着，更不能对着别的男人笑。成交。半个月后，蓝记美食城盛大开业。凭借着降维打击的现代美食配方，开业第1天就差点把整条街的交通搞瘫痪。无数达官贵人排着长队，就为了吃一口新鲜出炉的奥尔良烤鸡腿和珍珠奶茶。我坐在2楼的雅座，看着楼下白花花的银子像流水一样进账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砰的一声，雅间的门被推开，萧恒州一身便服，黑着脸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4个提着巨大食盒的暗卫。我一愣，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楼下那些吃得满嘴流油的食客。本王的人，本王的菜谱，凭什么便宜这群不相干的人？他们居然还敢在楼下夸你厨艺好，那是本王一个人的。大哥，我们开门做生意，你全买空了还赚谁的钱啊？摄政王财大气粗地拍出一沓银票，本王给你双倍。于是京城里出现了一个奇景，堂堂摄政王每天派伪装过的暗卫，天不亮就去蓝记排队，试图包圆所有的限量版肉包子。最后被忍无可忍的摄政王妃贴了一张告示，每人限购10个，王府暗卫与萧恒州不得入内，违者回家跪搓衣板。日子就这样鸡飞狗跳又甜甜蜜蜜的过着。我的蓝记美食城不仅成了京城第1大酒楼，甚至连小皇帝都经常微服私访来打牙祭。这天初秋，我在后厨是痴心研制的蟹粉鲜肉大包，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，鲜香四溢。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大口，滚烫的蟹黄混合着肉汁流进嘴里，往常这绝对是让我灵魂升华的美味。可今天那股油腻的腥味刚冲到嗓子眼，我突然胃里一阵剧烈的翻江倒海。
我丢下包子，捂着嘴冲到泔水桶旁边，吐了个天昏地暗。正好夏朝赶来接我的萧恒州一进门就看到这一幕，他吓得目眦欲裂，一脚踹翻了旁边的灶台，狂吼声几乎要把屋顶掀翻。谁在王妃的膳食里下了毒？来人，把后厨所有人给本王拖出去砍了！立刻传太医，传太医啊！整个后厨跪了一地，暗卫们瞬间拔刀，吓得掌勺师傅直尿裤子。砍你个头啊！是我自己做的，别杀人，我可能只是吃坏肚子了。太医院的院手几乎是被暗卫像拎小鸡一样，一路用轻功从皇宫飞拽过来的。老太医连气都没喘匀，就被萧恒州按在了我的脉搏上。王妃若是有半分闪失，本鱼要你们整个太医院陪葬！萧恒州双眼通红，手抖得连剑都快握不住了。老太医吓得满头大汗，哆哆嗦嗦的摸了半天脉，突然眼睛一亮，直接跪倒在地，大呼：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王妃这脉象如珠走盘，圆滑流利，这是喜脉呀！王妃有喜将近2月了。大殿内瞬间死寂，所有人的动作都像被按了暂停键。萧恒州整个人僵在原地，他死死盯着我的肚子，又看了看太医，嘴唇蠕动了半天。你说什么？有喜？太医抹着汗陪笑。正是，王爷要做父亲了。下一秒，我看到这位在千军万马面前面不改色、权倾朝野的摄政王，突然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跌坐在了太师椅上，眼眶瞬间红透了。他颤抖着手附上我平坦的小腹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舒兰，我们有小肉包包了。从那天起，我迎来了比被他日日缠在床上还要可怕的地狱级保护。摄政王下令，王府里所有带尖角的桌椅板凳全部锯平，包上棉布，连花园里的石头都被他下令磨圆了。怀孕后的日子简直是从地狱级保护升级到了丧心病狂级。萧恒州这厮不仅把王府里所有带尖角的东西都磨圆了，甚至连王府的门槛都下令给锯了，理由是怕王妃抬脚石绊着。我简直无语凝噎，大哥，我只是怀孕，不是残废了啊！更过分的是，他直接把摄政王的书房搬到了我们的卧房外间。满朝文武每天抱着奏折，战战兢兢的在王府院子里排队汇报工作，连说话都不敢大声，生怕吵到了里面正在呼呼大睡的摄政王妃。而我最痛苦的是饮食问题。作为一个吃货兼大厨，我的孕吐反应竟然出奇的严重。昔日最爱的红烧肉叫花鸡，现在闻一下就能让我把隔夜饭吐出来。老太医捋着胡子，颤巍巍地开了一大堆清淡滋补的药膳。于是我每天的食谱变成了水煮白菜、清蒸水蛋、无油鸡汤。嘴里淡出鸟的我，在一个深夜突然爆发了极其强烈的渴望。我想吃臭豆腐，想吃加了变态辣的螺蛳粉。我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终于忍不住把旁边浅眠的萧恒州踹醒。怎么了？想吃什么？燕窝还是银耳？他瞬间弹射坐起，紧张地摸着我的肚子。我想吃又臭又辣的东西。但他看着我红彤彤的眼睛，终究是败下阵来。你等着，本王去给你弄。半个时辰后，王府的小厨房方向传来一阵极其可疑的异味。萧恒州端着一碗黑乎乎、散发着难以言喻味道的不知名杂物走了进来。堂堂摄政王此刻用2团棉花塞着鼻子，眼角还被辣得挂着泪花。如兰，这是我按你以前说过的法子，让暗卫连夜找来的发酵豆腐，又加了西域进贡的魔鬼椒。你确定要吃这个？我感动的眼泪汪汪，一把夺过来塞进嘴里。哇，就是这个味儿！相公你太棒了！萧恒州看着我吃的满嘴流油，生无可恋的靠在床柱上，默默把塞鼻子的棉花又往里捅了捅。在我怀孕5个月的时候，小肉包终于有了第一次胎动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半躺在软榻上，一边嗑瓜子，一边听小皇帝绘声绘色的讲朝堂上的八卦。皇嫂，你不知道，今天李御史的假牙在上脑的时候喷出来了，刚好砸在王尚书的脑头上，真差点笑出猪叫。小皇帝正手舞足蹈，我的肚皮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轻轻踹了一脚，我手里的瓜子啪嗒掉在地上，整个人愣住了。小皇帝吓得差点跳起来喊抓刺客。怎么了，皇嫂？是不是这瓜子有毒？哪里不舒服？太医，快传！见状，一把推开小皇帝，紧张的将我连人带被子搂进怀里。别喊了，你感觉一下。话音刚落，肚皮上又鼓起了一个小小的包，轻轻顶了一下他的掌心。萧恒州浑身猛地一震，那双深邃的眼眸瞬间睁得老大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他死死盯着我的肚子，呼吸急促，过了好半天，眼眶竟然红了。权倾天下、杀人不眨眼的摄政王，此刻声音抖得像个孩子。他在踢我。是啊，我们的小肉包在跟你打招呼呢。温馨的画面还没维持3秒，萧恒州突然脸色一沉，对着我的肚子恶狠狠地警告：小兔崽子，你若是再敢用力踢你娘亲，让她受半分疼，等你出来，本王非打烂你的屁股不可。肚子里的小肉包仿佛听懂了他的威胁，立刻安静如鸡，再也不动了。我没好气地拍了他一巴掌。
有你这么胎菜的吗？你把他吓坏了。萧恒州却理直气壮地抱紧我。谁让他折腾你的？在这世上，谁也不能欺负你，亲生的也不行。怀胎10月，瓜熟蒂落。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后，我正躲在后花园的假山后面，偷偷啃着陆泽宇托人送来的萧恒州明令禁止我吃的冰糖葫芦。刚咬下第一颗山楂，肚子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坠痛感，吧嗒，糖葫芦掉在了地上。我捂着肚子，冷汗瞬间浸透了里衣，暗中保护的暗卫立刻现身，一边大喊王妃要生了，一边飞奔去前院报信。萧恒州正在书房和几个兵部老臣议事，听到这声通报，他连鞋都跑掉了一只，一把将我打横抱起。稳婆、太医，全都滚过来！王妃若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本王诛你们9族！产房里，我疼得死去活来。生孩子这事儿，金刚不坏丸可不顶用啊！王爷，血光之气冲撞，您不能进啊！王爷，您不能进啊！王爷，求您了！滚开！萧恒州一脚踹开大门，双眼猩红的冲了进来，直接跪在我的床前，紧紧握住我的手。他看着我满脸煞白、汗水湿透头发的样子，心疼的浑身都在发抖，眼泪毫无顾忌的砸在我的手背上。舒兰，我不生了，我们不生了。这该死的小崽子，竟然让你吃这么大的苦头！闭嘴！塞回去是不可能了，你给我老实待着，别添乱！我疼得直抽泣，还得反过来安慰这个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暴君。整整3个时辰的兵荒马乱，伴随着我最后一声声嘶力竭的惨叫，一道响亮的婴儿啼哭声终于划破了王府的天际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，是个喜王爷，是个小世子啊，白白胖胖的，足有8斤重呢。萧恒州连看都没看那稳婆怀里的小肉包子一眼，只顾着用温毛巾手忙脚乱地替我擦汗，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。舒兰，辛苦你了，以后咱们再也不生了，有这一个混世魔王就够了。我虚弱的偏过头，看着稳婆抱过来的那个红彤彤、皱巴巴却异常肥美的小家伙，嘴角勾起一抹虚弱的笑。萧恒州，你看，我真的给你生了一个大肉包子。3年后，摄政王府里每天都在上演鸡飞狗跳的戏码。当年那个生下来足8斤重的小世子，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3岁半、圆滚滚、跑起来像个成精的小肉包子一样的混世魔王。我给他取了个小名，就叫包子。小包子完美继承了他爹那张祸国殃民的脸，却100%遗传了我这个现代吃货的灵魂。这天下午，我刚在小厨房里捣鼓出新式甜品焦糖舒芙蕾，正端着盘子往花园走，准备犒劳一下刚下朝的萧恒州，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一个肉乎乎的小炮弹猛地扎进我腿弯，奶声奶气的撒娇：娘亲，什么东西这么香呀？包子肚肚饿了，包子要吃。看着儿子那双亮晶晶的桃花眼，我的心瞬间就化了。刚想把盘子递过去，头顶突然照下一道极具压迫感的黑影。萧恒州一身玄色朝服还没换下，像拎小鸡仔一样，一把揪住小包子的后衣领，将他提溜到了半空中。爹爹，你放开，娘亲救我！摄政王眉头紧锁，眼神里满是毫不掩饰的嫌弃。萧成宇，本王警告过你多少次，不许缠着你娘亲要吃的。你娘亲今天已经够累了。小包子在半空中扑腾着小短腿，气鼓鼓地指控他亲爹。父王羞羞，明明是父王自己想独吞娘亲做的好吃的。昨天晚上我还看到父王偷吃娘亲留给我的红烧肉。我一脸无语，堂堂摄政王被3岁半的儿子当众揭穿偷吃，萧恒州的脸瞬间黑如锅底，耳根却诡异的红了。一派胡言，那是你娘亲怕你晚上积食，特意让本王代劳的。萧恒州强词夺理，转手把儿子塞给旁边的暗卫，把他丢给太傅。今天的3字经没背完，不许吃晚饭。娘亲救命！父皇是暴君！小包子干嚎着被暗卫扛走了。晚上我还是给他留一份吧。随你。萧恒州拍了拍手，转过身，立刻换上一副委屈巴巴的面孔。他顺势圈住我的腰，将头埋进我颈窝里蹭了蹭。如兰，这臭小子越来越讨厌了，天天跟本王抢你。今晚我们把他送进宫，让皇上带他睡吧，好不好？我看着这个在外面权倾天下，在家里却天天跟3岁儿子争风吃醋的男人，忍不住笑着戳了戳他的额头。萧环州，你幼不幼稚呀？他可是你亲儿子。他理直气壮地咬了一口舒芙蕾，含糊不清地说：亲儿子也不行，你是本王一个人的厨娘，也是本王一个人的娘子。那一年的上元节，京城里灯火辉煌，漫天烟火照亮了夜空，蓝记美食城早就开遍了大江南北。
连北蛮的使臣每次来朝贡，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我店里的火锅 VIP 包厢。15岁的小皇帝已经初具帝王威仪，能够独当一面了。萧衡州终于卸下了摄政王的重担，彻底成了一个闲散王爷。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陪我在厨房里研究新菜，顺便防着儿子偷吃。夜深人静，哄睡了闹腾一天的小包子后，我和萧衡州并肩坐在王府最高的屋顶上赏月。他不知从哪儿变出一个油纸包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里面是一只还冒着热气、白胖的肉包子。我愣了一下，你大半夜去厨房做的？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轻咳了一声，修长的手指掰开包子，将馅多的一半递到我嘴边。揉面还是揉不太好，你尝尝，有没有当年你做给我的味道？我咬了一大口，其实面皮有点厚，肉馅也不够鲜嫩，但我却吃得眼眶发酸，连连点头。好吃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肉包子。萧衡州搂着我的肩膀，将我护在他的大肠里，挡住了夜里的寒风。他低头看着我，深邃的眼眸里倒映着漫天星河和唯一的我。如兰，我偶尔还是会做一个可怕的梦。他轻声开口，声音里带着一丝梦里后怕。你从来没有做过肉包子给我，梦里你冷眼看着我受苦，梦里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你。我心头猛地一颤，那是原著原本的剧情啊，那个没有被我投喂，没有被我改变的孤独、狠厉，最终走向毁灭的反派萧衡州。我抬起头，伸手抚平他紧皱的眉心，双手捧住他的脸庞，认真地说：梦都是反的，现实是我给你蒸了无数个肉包子，我留在了你身边，我们还有了小包子。萧衡州，你早就不是一个人了。他定定地看着我，良久，释然地笑了。那个笑容不再有15岁落难时的防备，也不再有权倾朝野时的阴鸷，干净温暖，一如初见时那般纯粹。是啊。他低下头，虔诚地在我的唇上落下一个带着肉包子香气的吻。多谢娘子当年的一饭之恩，为父定当生生世世结草衔环相报。我闭上眼睛，回应着他的吻，什么5000万的奖金，什么现实世界的安稳，我都不要了，因为在这个世界里，有我亲手喂大，满心满眼都是我的男主。